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《忍者龙剑传2代暗黑邪神剑》的速通。投稿的小伙伴仍然是评级专家，通关的时长是11分11秒，好家伙，双11啊！《忍者龙剑传2代》出品于1990年，和上一作相比，操作和系统上都有了一些进步。首先说操作，隼龙在墙面上终于是可以上下进行移动了。初代只能够在爬梯上进行上下移动，所以攀爬的体验非常不好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诅咒者达姆德。我能够找到的游戏的一些资料都会给大家翻译介绍一下，包括游戏的背景故事、BOSS 还有招式的名称等等。因为小的时候根本没有渠道了解到这些资料，现在一想就等于看了一场电影，不知道名字。当时就是那种游戏环境，谁也没有办法，也没有互联网。游戏的杂志我是在90年代中期才接触到的，之前的大部分游戏都是玩的稀里糊涂啊。现在这个版面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说，当年止步于此。你能够从雪下落的方向判断出风向的变化，它对人物跳跃的距离影响是巨大的。很多比较宽的坑必须是顺风的情况下才能够跳过去。一款90年的游戏做出了风的物理效果，还是非常超前的，这也导致很多小伙伴不适应。咱们能够看到评级专家在过关的流程当中，很多情况下都会主动的撞击敌人，让敌人把自己撞得更远，或者是撞得更高，这样可以大幅度的节省攻关的时间。刚刚这个 BOSS 叫做蜘蛛男爵，他是一个半人半蜘蛛型的怪物。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呢？原本他是一个科学家，被蜘蛛咬了一口，发生了变异。大家想一下这个人设像谁啊？真的是相同的遭遇，不同的命运啊！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啊？当前这个场景也叫做关灯杀。很多小伙伴又会说，当年止步于此。要么你背板背得熟练，要么你就等闪电了再往前走。这个地方的难度也很高，很多的落脚点非常窄。当然了，窄的更加刺激啊！你需要判断好自己的落点。我是这个意思啊，没别的。大家不要在评论或者是弹幕里再打问号了。我去年的年度弹幕是3个问号，这我找谁说理去啊？我一个游戏解说，一身正气，结果搞成这个样子，世态炎凉吧，属于是。这里是第3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叫做神奇炸药。我发现也不太神奇，坚持了还没有10秒。和初代相比，本作的忍术进行了调整，保留了初代的手里剑、风车手里剑、飞轮火和鬼火术。所谓的鬼火术就是护身火，它从一个被动技变成了主动技，可操作性就更强了。另外还加入了火龙珠。火龙珠之前我都管它叫做掌心雷，它是一个向斜下方向施展的忍术，弥补了一下隼龙忍术攻击方向的
盲区。本作仍然是没有刀光，但是加入了分身，分身最大可以携带2个。隼龙攻击或者使用忍术的时候，分身也可以同时进行施展。利用好分身的站位，可以快速的爆发输出，秒掉很多 BOSS。这个地方攀爬的位置非常极限，又利用了碰撞，上了上一层的台阶。撞敌人上台阶这一招在初代的恶魔城里边比较常见，一般是撞美杜莎或者撞蝙蝠。本关的场景水域比较多，前方就是 BOSS 战。这个 BOSS 是一只海龙，叫做纳加索托瓦。分身站好位置，一顿忍术输出。秒 BOSS 需要注意几个方面，首先是你的忍术要留得正确。一般来说都是使用飞轮火。第二，你的忍术要够，数量要充足。本作的忍术还是比较容易保存的，因为红忍不再像上一座只加10点忍术，而是直接加满。游戏当中也可以收集到很多卷轴，每一个卷轴增加隼龙的10点忍术上限。官方这样做的目的也是鼓励玩家使用忍术来进行关卡的攻略。毕竟本作的平 A 还没有刀光进行加强，实际上它的判定和初代也差不多。增加了忍术的使用率之后，玩家的攻击手段也就更多，玩的也更爽快。当前这个场景的难度也非常高，脚下的冰面是有惯性的，跳很多坑的时候你需要非常的果决。这里是第5关的 BOSS 战，凶魔天帝阿斯塔。大家听这个名字就十分的中二。2代的故事发生在初代的1年之后，隼龙初期面对的敌人就是凶魔天帝阿斯塔，他手持着暗黑邪神剑抓走了艾琳。隼龙在军方的特工罗伯特的帮助下，来到了路亚加塔，击败了阿修塔，但是复活的血鬼王带走了邪神剑还有艾琳。由罗伯特进行殿后，隼龙又开始了对血鬼王的追击。这里就是血鬼王的邪神祭坛。2代的过场动画也非常多，我感觉刚才那里是最有气势的，所以说就给大家保留了下来。负责殿后的罗伯特，游戏当中没有详细的交代他的结局，但是从忍龙系列后续的一些 OVA 等作品来看，罗伯特应该是活了下来。这里打的 BOSS 大家可能比较眼熟了，初代就曾经出现过，是血鬼王的宠物凯尔伯罗斯。正是因为遇到了这2个家伙，隼龙才意识到血鬼王并没有死啊。最终在邪神的祭坛，隼龙还是击败了血鬼王，但是血鬼王的鲜血激活了邪神剑，打开了暗黑之门，邪神再度复活。原来邪神剑是用邪神之骨制成的，而隼龙手里的龙剑是用龙神的牙制成的，正是克制邪神的利器。最后经过了2次艰苦的战斗，
隼龙击败了邪神。邪神复活的时候，艾琳曾经受到了致命伤，但最终还是被龙神剑的力量复活了，算是一个团圆的结局吧。2代的邪神形象比初代的胚胎状态显得要成熟了一些，但看起来还不是完全体。从血鬼王提到的一些信息来看，初代还有2代攻略的 BOSS 邪神，只能算是复活众多邪神的一把钥匙，所以他的实力并不强。召唤众邪神的计划每次都被隼龙破坏了。3代的剧情主要就是涉及到远古兵器、黄泉方舟了，邪神这条线算是彻底的收住了。这里打的就是血鬼王，攻击的方式看起来变化不是很大。最终 BOSS 是3连战，第2战打的是邪神的头第1形态。第2形态和初代的形象相比，头部长得更长了，而且长出了2个爪子，还有翅膀。一般来说，打到这里，身上的资源也用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就只能依靠分身的站位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《忍者龙剑传2代》暗黑邪神剑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评级专家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